家好，我是司希艺，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权商业化的思考。那在我打拳这几年，好像女权商业化这个问题是每年都会被人讨论的。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女权也要赚钱吃饭，那与其让驴顶赚到我们的钱，不如让女权姐妹赚到我们的钱。而另一方面呢，又有人认为女权是大家所有人思考的结果，不应该把共同的一些思想结晶拿来个人去赚钱，甚至是引发割韭菜的行为。那最近确实也是有一些类似的现象，引发了大家的争论，甚至是争执、争吵。那今天我想录这个视频，也是想具体聊一聊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核心就是，其实这并不是女权或者女人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女权的政治身份和个人的社会身份之间发生的冲突，应该怎么去平衡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女权商业化大概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女权商业化，一种是商业女权化。那什么是女权商业化呢？比如收费的课程、收费的咨询、收费的社群，还有售卖一些像马克杯啊、帆布包、手机壳之类的周边文创，或者是用流量转化成开直播或者做一些带货视频等等。那这种女权商业化的正面案例，那可能我们在 B 站或者小红书这种国内常用的平台会看到一些比较温和的女权科普号他们会去说一些比如拒绝月经羞耻、女子本强、脱美意、随母性等等比较基础的女权话题。同时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流量，而且他们面向的群体不是激进女权这一小部分人群，而是所有的女性的基本盘，他们就会用这种流量转化成他们去流量带货。那比较反面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些人在激进女权区费心的去打造人设，用更高的价格或者更普通没有优势的服务去获取更高的利润，所谓的割韭菜。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女权化，也就是企业或者品牌打着女权的口号或者女性主义的口号去进行营销，赢得基本盘的好感，以转化为他们的利润。比如拍摄强女的广告，还有创始人或者代言人打造一种爱女的人设。还有之前妇女节不是被改成女神节了吗？现在又流行改回成妇女节，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全女民宿、全女旅行。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像贾玲代言那个 Lululemon， 还有很多卫生巾广告拒绝月经羞耻这么一个方向去做他们的质量我们先不谈只是说营销广告。那反面例子呢，就是我觉得最近很荒谬那个黄子韬做卫生巾广告拜托一个男的，真的这些人就这么稳了上去，就因为他打造了这种爱女人设无语极了。其实像全女民宿或者全女旅行，我个人也是觉得也不能说正面还是反面吧，还是得看这个创始人或者主理人他们的良心。因为确实很多人是不想要跟男的一起旅行，这个如果说全是女生的话，就算是全驴吧肯定还是会更加的体感舒适一些。但是确实我也知道有一些这种打着这种名号的老板，他们就花很高的价格，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新疆游吧，可能4-5千块钱就可以搞定了，结果他要收人家1万块，只是他是全女纯女，他就可以多收这些钱，但实际上他提供的服务并不好，那这种怎么不能说是一种割韭菜呢？如果他确实是能够做到纯女、全女这种所谓的女性友好，那他稍微提高一点价格，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对不对？但是定价定得太高，就明显的不合理了呀。那刚刚说的这种女权商业化和商业女权化，今天我们这个视频主要还是谈的是第一个，也就是女权商业化。作为女权者，能不能把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的思想拿去作为流量，以获取经济利益？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激进女权不能也不应该商业化。因为激进女权它本身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反父权、反男权的、反集权结构的，甚至是反消费主义的一种政治思想。它没有办法直接的转化成被大众接受的这种商品，更不能用于去收割姐妹的情绪或者信任感来转化成金钱。激进女权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反抗，一种制度性的批判，它就不应该被这种消费主义的逻辑转化成商品。我们还是需要去划分这种政治实践和商品化之间的界限。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激进女权姐妹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是不是大概是18到30岁？虽然说也有一些18岁以下和30岁以上，但是我们说大部分啊，那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面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啊，肯定是有中国这种政治上的压迫，那一方面又有父母啊，无论是重男轻女啊，不给资源，还是精神上的这种 PUA 这种精神的虐待，包括整个社会对资源和舆论的霸凌，还有异性恋霸权的这种欺骗，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的环境是一种烂泥一般、垃圾场一般的东西。我们就从这种环境下爬出来，能够去自我意识觉醒，这种女权觉醒，想要去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环境，我们的求生难度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自己带的资源是非常少的。另外一点，我们的精神需求还很高。我说的这种精神需求，不是男权社会驴顶说想要谈恋爱，或者说想要结婚之类的精神需求。我指的是我们渴望看到一些强女的榜样，我们渴望跟姐妹的连接，或者不说连接吧，至少你希望看到有人跟你的想法一样，对不对？你希望自己不再孤独，你希望有更多的女权的声音。所以说我们才会在女权区这种其实没有任何框框的一个所谓的区域里面去发言，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发言互相的点赞，去制造了一个同温层。在这个同温层里面，我们就是不用看到驴顶爱情故事，不用看到那些很讨厌的男权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女权区里面的战友伙伴，或者说姐妹。那么如果有人把我们当成潜在的资源，或者一个变现的流量的入口，那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伤害了这种信任，伤害了这种女权区的生态。因为我不知道我看到的这个你是真实的一个女权的你，还是一个女权人设想要赚我钱，想要把我变成你的韭菜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刚刚觉醒的女性，因为她们有这种精神需求，但她们又不是说很会辨别，她就看到你做的这个人设好像很好，或者说你这个卖的东西好像我支持女性赚钱，我支持女权赚钱，所以说她就会把她好不容易赚到的钱，或者她用来以后独立生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她独立生活的钱都给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女权的人。不管是卖课还是卖周边，还是1对1收咨询费这种事情，它其实都是构成了对觉醒阶段姐妹的一种剥削。那退一万步讲，我们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我们激进女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反消费主义反美意，反孝道，反国家狂热同时肯定也是不生小孩然后肯定也不沾男那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消费需求呢？其实就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推崇极简的。那如果有人他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他把一些明显不需要的消费需求强加在这里，把它称之为女权需求，就是一种割韭菜的行为。比如刚刚我们谈到的这种女权马克杯女权帆布包，女权 T 恤甚至女权手机壳、耳环这种。难道你买了这个东西你就变成女权了吗？当然不可能还有就是关于 KOL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单纯以关注者数量这一个简单的数据来看他是不是要带货的，或者说要割韭菜的人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我真的很费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我是这种 KOL， 我真的不觉得好吗？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微博上有一次很多所谓的我们就说大博主吧，他们确实是弄了一个群还是干嘛，然后他们又集体的去接广告，而且还接一些很荒谬的，像面膜还有反正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粉底液之类的东西。当时就有很多人去反对他们这种女权商业化的行为，包括我自己。我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那我自己关注者也不是很多我真觉得不多。那我们就说假装它多，那也是因为我是从2021年开始来推，真的是随手去分享一些关于女权方面的思考或者观点，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说的好就给我点赞给我关注，那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好，我也去点赞跟关注，在这中途认识了很多姐妹。那就因为来推的时间长，然后输出的东西比较多，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的人，我比较喜欢发一些女权或者政治方面的感想，一些思考，
所以说慢慢的关注者就多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本人的一种认可啊，我也很高兴。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当成一种变现的渠道啊。但凡关注我久一点的人，或者多看一点的人，就应该能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不能光从关注者数量这一个简单的东西来判断，我觉得应该去识别这个人他是真正的想要去传播这种纯正的性别分离的女权，对男权或对父权的一种结构性的分析和批判，然后他也会愿意去谈论一些像心理支持啊、女权的生活策略等等。总之，他的目标是让更多女性觉醒、连结，然后脱离男权的这种陷阱跟控制。我觉得看这个发心，那有一些人呢，他确实是在打造人设，不管他是发一些心灵鸡汤也好，还是让大家有一些收入的焦虑、一些年龄的焦虑、一些出国的焦虑等等，或者展示自己的岁月静好，从来不谈女权。甚至是还会 PUA 说那你生活的这个环境是因为你接触的人群不够好，忽视了这种女男性别的本质矛盾，只谈个人的境遇等等。像这种我觉得你说他是想要带货或者想要谋取私利等等，我觉得都还能理解吧。就我觉得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至少我现在看到的女权商业化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模式吧，一个是拿私域去变现。这种就是刚刚说的1对1咨询或者社群课程，把集体的思想的结晶拿来自己换钱。而且关键是，如果做这件事的人他私德有问题，或者他是一个会 PUA 别人的 NPD， 那这整个事就会变得很危险，因为他的边界是不清的，而且他会利用别人的信任，不光是获取经济利益，甚至还去做到一些精神的控制或者伤害，他夹带一些私货，这样子更容易形成操控。那对于刚刚觉醒，或者说自己本身经济基础并不是很牢，独立思考能力不是很够的姐妹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你刚刚脱了男权的坑，结果你又跳进这种 NPD 的坑，而且所有的整个过程是没有监管的。你如果说你是在外面，你在一些平台机构上，你至少还有投诉的途径，但是你在女权区找一个这个人设很好的人，你去跟他私下里买东西，你就算跟他吵架，或者说他欺凌你，他霸凌你，你怎么样去避雷他呢？你怎么样去投诉他？你的钱是追不回来的，结果你人还被伤害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危险。那刚刚说的是私域变现，还有一种就是周边消费，他们就会把这种政治的概念变得很轻浮，变成一种口号式的东西。比如我之前见过一个T 恤上写着女权主义长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迷惑。那好，如果是一个全装的美一驴，他穿一个这个东西怎么着？你的意思是长发美一驴女权主义长这样吗？就真的是把女权当成一种时尚单品，去稀释了女权，让人以为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些思想的觉醒跟行为的实践，不用做性别分离，只需要买一个马克杯或者只需要买一个手机壳，就已经可以称自己为女权主义了。所以这种所谓的女权商业产品，它其实是避开了结构性的本质上的问题，反而去谈一些女人自强，然后自律，然后要变美，然后要搞钱，然后要优雅的这种很中产主义的叙事，好像就女权成了一种消费的姿态，是一种城市的高学历的或者有自己独立经济能力的女人才能谈的东西，脱离了真正的性别分离的女性自由的目标。另外我也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觉得为什么女人不能赚钱，为什么女权不能赚钱？如果这个钱一定要被别人赚走的话，那与其我们跟驴顶买，为什么不跟女权姐妹买？关于这种观点，我的想法是，整个事情它并不是赚钱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赚谁的钱，用什么方法赚，靠什么逻辑赚。我们是不是应该划清这个赚钱的边界和范围？比如他赚钱的方式是不是建立在对其他尤其是基女姐妹的剥削上？激进的这种政治立场，他追求的是批判，追求理论和实践的先锋性，他需要的是反抗和颠覆，去批判和决裂。而商业逻辑它则是需要迎合，需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它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它是可以复制的，它是需要大规模的宣传的。
这两者的目的和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办法共融的。不是说女权或者女人不能赚钱，而是你以什么身份来赚钱。一个人他不可能除了是女权，他没有别的身份了，对不对？一个女人是很多面的，比如我是一个女权者，同时我可能是一个学生，我可能是一个商人，我可能是一个画家，我可能是一个科学家我可能是一个宇航员等等。就我除了女权这个政治立场之外，我有很多的社会身份。我们应该在不同的空间做不同的事情，在商言商，在政治谈政治。而且你不能把这种政治的表达变成一种对受众的这种观众的情绪的迎合，你可以在你的个人的社会身份上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比如你确实是一个商人，那你就在商业的平台上做商业的事情。你可以去找更多基本盘的用户，去找驴顶用户，有更高消费能力，本身就有消费需求的客户，而不是在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小的激进女权舆论场去强加需求，把他们的生活费拿来做你的利润。你为什么不去赚有钱人的钱，不去赚驴顶的钱？他们有那么多的财富跟权利，你完全可以去从他们那里用任何手段拿过来。我觉得没有女权人会说你不道德，对不对？就是你要在不同的空间做不同的事情，让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谁是你的市场的用户，谁是你的政治的战友，你要分清楚啊。从我个人来说，我就是会把这两个东西分得很清。可能刚刚政治觉醒还没有女权觉醒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身上运行着一种双重系统。一方面呢是我的个人的理想的核心，另一方面是我要去适应社会所做的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我自己是完全坚信我内心的这种逻辑，它是通过我的阅读、思考、我的经历，形成我内心很稳定的一个内核，不会因为外界的东西去轻易改变。但是与此同时，我不能够只守着我内心的东西，然后不去入世，不去赚钱，不去生活吧。那我还有另外一套系统是符合社会这种商业的，或者说为人处事的逻辑。这些就是我通过理解、通过观察、通过模仿去习得的。因为我现实生活中我需要生活在这种不完美甚至是很糟糕的男权的环境谁不想生活在女权或者权女或者母系的社会呢？但是我们没有，那难道我们就不活了吗？或者一定要活得很糟糕吗？一定要让自己生活在苦难中才能证明自己女权的高尚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你内心要去坚守你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行为上去实践，你要去性别分离。那另一方面呢，你该怎么学习，该怎么赚钱，你还是需要去这么做。你没有必要故意让自己吃苦，你不是一个苦行僧或者一个修行者。那我也就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我需要资源跟利益，那我赚了钱我才能出国，我赚了钱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环境，我才有更多的资本去选择我想要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双重系统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政治觉醒嘛，我就觉得我自己知道的东西跟我现实中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分裂。就中国这个政治环境是很荒谬的，有的时候你看着这种大环境，这种历史根本就不由你的控制去发生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很迷茫很无力，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能改变的是什么？就能去坚守你的本心，然后去坚守你的行为。所以说我后面就学会了这种双重系统，或者说双轨运行，或者用这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叫外圆内方嘛。这样子一方面自己的心是很坚定的，另一方面呢外表还是需要去圆滑一些，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我生存和你的理想核心之间的平衡，你没有必要非把它合在一起，就是你又想要在女权里觉醒，你又想要在女权里赚钱，你为什么不在女权里觉醒，然后你在社会上赚钱呢？一个保证你不迷失，你不迷茫，你不妥协，你不会真的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本心。另一个系统呢，可以保证你能活下来，你能有钱，你能生活的好，你才有更有能量和精力去实现你的理想。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智慧，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种保护机制。那正因为我自己有这种双重系统的运行，所以我就不可能也不愿意在女权的空间里面赚钱。
那不管是推上还是 YouTube 上，那我是有一些关注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反而是一种，也不能说是责任吧，但是至少你有这种影响力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正面的事情，就不应该因为这些姐妹对你的信任和她们的觉醒来获取利益。那我自己又不是没有赚钱能力，不是没有谋生能力，我完全可以在其他的领域上去大放光彩，可以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为什么不给自己保留一个真正的洁净的空间，能让我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戴上社会化的那种面具呢？我的理想就是激进女权，或者说是性别分离，真正的去在未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全女的领土。不管我这辈子能不能看得到，但至少如果我这辈子能够去把这个理想往前去推动，尽可能多一些，我都会觉得很有意义。那与此同时，我生活在这个现实，那我就可以通过我自己在别的领域上的商业也好，或者说其他技能也好，去给自己谋生，去创造自己收入。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伦理，这也是我不支持女权商业化的原因。我觉得女权的归女权，商业的归商业。我觉得一个讨论区，如果本来是女性或者说激进女权姐妹相互扶持、相互去交换经验、交换观点的空间，变成了一个贩卖焦虑的或者资源争夺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一种退化。我自己就会把激进女权想象成一个这种赛博的国家或者赛博的领土，我们所有人是过了性别分离这个门槛才会进来这个国家或者这个领土，成为这里的居民。内部当然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我，我讨厌你，或者我们两个打一架吵一架都是很正常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定期去鉴别有没有人低于这个门槛，比如说他沾男了，他生男，他爱男了，这个他不符合门槛就把他踢出去嘛。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不能在内部空间做割韭菜或者彼此伤害的行为，甚至形成阶级，形成霸凌，形成掠夺的负面行为。我们这个领土本身资金就不是很多，我们应该去赚外汇，不要在内部割来割去的，这才是一个正当的健康的循环。总之，我反对的不是赚钱，我反对的是把政治意识变成了轻浮的商业口号，让消费代替行动。我反对的是制造焦虑，制造需求，再兜售所谓的解药。本质上，我反对的就是女权内部的剥削。就跟我之前发的一条推一样，去赚有钱人的零花钱，而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费。你可以尽情的割驴顶的韭菜，但是你不要卖给女权姐妹一个所谓的女权马克杯。那当然，我也是能理解理论先锋和大众传播，它是有不一样的责任和不一样的目标和行动的。理论先锋一定是少部分的人，要注重政治的这种纯度，理论的先进。那大众传播，它更重要的是扩大这种感召力，去宣传，去落地，去转译，就是把先进的理论变成一个更能让普罗大众去接受的东西。就有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这两者之间是会有，不能说敌意吧，但是肯定是有一些矛盾的，因为一方觉得一方不够纯，另一方又觉得这一方太过激进，这种矛盾当然是永远不会解决的，因为这就是身份的冲突嘛。但是确实我认为这两者都是有必要的。比如一开始韩国的妓女或者说韩国的女同女权，他们开始做这个性别分离6:4提脱美意这一块，他们当时就会有这种丢化妆品或者剃寸头这种行为。那当时被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的妓女就开始也做这些事情。那时候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件事，就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么激进啊？像理论的先锋者，他们就会去实践这种可能，在不被理解的时候宣传这种可能，去冲破这个限制。那么后面很多人接收到这个信息，那么会有一些想要流量或者说想要利润的人，他们会嗅到了这个东西的商机，他们会去做一些商业方面的传播。比如说像现在你在小红书上面搜索寸头，就会有很多包括那种服美役的寸头女，但他们不了解女权或者说激进女权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他们确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把寸头这个东西让更多人能去接受了。那比如说在比较思想先进的这种城市里面，那你剃个寸头，别人就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因为他在网上经常看到，或者他在生活里经常看到嘛，他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不会去专门去责怪后者，就是
大众传播者他们去商业化，因为他们肯定还是需要一些东西去推进，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的敏锐或者政治理想的这种推动力，所以他们需要一些这种商业方面的东西去扩展。当然我自己是不愿意做后者的，但是我理解他们存在的必要性。还有就是我个人是很认可像出书或者做学术这种正式严肃的传播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版权收入，或者通过自媒体获取运营商平台的收益，或者个人小额的打赏，而不是通过带货或者流量变现这种方式从姐妹的口袋里掏钱去让他们购买所谓的女权产品，或者用高昂的价格去购买不需要的服务。还有就是建立女党或者基女的组织，我认为也是可以通过像拉投资或者筹款这种事情来获取运营的费用。不过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需要定期的去公示用途，有会计和监察这样的岗位，来确保一切的运营是正常的，是真正的把它做一个严肃的事情，而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途径。视频的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女权商业化的问题从头到尾都不是女人能不能商业或者女人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如何把女权的政治身份和个人的社会身份分隔开，不要在积极女权或者说自然女姐妹内部形成剥削。自然女社群不应该成为流量池或者变现的工具，我认为边界必须要划分清楚，这应该是女权伦理的一个锚点。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四蜥蜴，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聊聊你的感受或者观点，也欢迎把我的频道分享给更多姐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